奶奶的！离岸之这兔崽子，竟敢弄花老子的脸！令狐伦，若不是你不许我们开杀戒，老子就直接废了这兔崽子！扑通一声，通天渊明狠狠地将离岸之摔在了地上。此刻，通天渊明那巨大的脸盘之上，不仅满是伤势，竟然还有绿色的浆液流出，那是他的血液。他负伤了，不仅是脸上，身上也是如此，并且他的气息比之先前也是虚弱了不少。他乃是身负重创，弄花了脸吗？若不是我及时赶到，可是就要栽在他的手中了。梦魇无双以嘲讽的语气说道：“哼，我不过是大意了，就算你不插手，我也完全能够胜他。”通天渊明说道：“是吗？若是这样，那干脆将他的伤势治好，你们1对1再战一次。”梦魇无双说道。听得此话，通天渊明脸色一变。虽说这离岸之祖武星域的排名在他之下，而他曾经也的确是击败过离岸之，但是那是离岸之修为不如他的时候。如今离岸之修为竟与他相同，先前交手，若不是梦魇无双及时赶到，他真的就败给了离岸之。哪怕现在再给他们一次交手的机会，他也没有胜算可以击败离岸之。心虚的他只得轻哼一声，说道：“胜负已分，我何必再与他斗？”听得此话，梦魇无双没再言语，可却发出了嘲讽的笑声：“你们两个安静一点！”可就在这时，灵狐伦却是大喝一声。原本以为将离世天族的人全部抓回来，会得到灵狐伦格外的奖励，没想到却换来一声怒喝，这让梦魇无双和通天渊明都是一愣。可是当他们仔细观看，这才发现，原来被灵狐伦折磨的不是寻常的人，而是处世天族的族人。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光之符文竟是如此的明亮，甚至比离岸之的还要明亮得多。我的天啊，这两个处世天族族人的光之符文是怎么回事？梦魇无双忍不住凑上前去，关切地问道：“是楚风？那楚风得到了一些东西，因此找到了大量的修炼资源，而他们都是托了那楚风的福。”令狐伦说道：“那楚风本事挺大啊，那楚风现在何处？”梦魇无双问道：“我这不是正在问吗？你们两个安静一点。”令狐伦说道。见状，梦魇无双则是向后退了几步，与此同时不再多言。你们两个还不说吗？我接下来的手段若是施展出来，你们两个怕是承受不住。灵狐伦说话间，掌心之上雷电涌动，那掌心宛如刀刃一般，散发着寒光。住手！住手！我说！这一刻，楚浩言吓得瑟瑟发抖，不由得大喊起来：“楚浩言，你怎能出卖楚风？”见状，楚怀宇则是大怒。虽说他俩与楚风都有过节，可是自打来到这里之后，楚风对他们的照顾，他们也都看在眼里。这也是为何灵狐伦对他们严刑拷打已久，他们也坚持不出卖楚风的原因。只是眼下，楚浩言似乎撑不住了，在楚怀宇看来，他也不该出卖楚风。闭嘴！然而，楚怀宇话音刚落，那灵狐伦涌动着雷霆的手掌便插入了楚怀宇的丹田之中，掌心入体，可那雷霆却进入了灵魂。此一刻，楚怀宇顿时满面狰狞，发出无比痛苦的惨叫声。只是他的惨叫却是越来越弱，很快的竟然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当灵狐伦的手掌自其身体抽出之际，楚怀宇已是虚弱到了宛如将死之人一般。可是哪怕如此，他还是看向楚浩言，以无比虚弱的声音说道：“不要出卖楚风，怀宇，再继续下去，我们会死在这里的。而我也不想离开这祖武修行界，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不要怪我。”楚浩言的脸上也满是痛苦，似乎对他来说，出卖楚风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决定。可他还是看向灵狐伦说道：“令狐伦，你过来，我告诉你，楚风在哪？”见状，灵狐伦也是走到其身前，将脸凑了过去。呀呸！可就在这时，楚浩言却是大嘴一张，一大口吐水便吐在了灵狐伦的脸上。想让我出卖楚风？你去做梦吧！楚浩言大笑起来，而虚弱无比的楚怀宇也是发出了虚弱的笑声。原来他错怪楚浩言了，楚浩言并没有真的要出卖楚风，他只是想羞辱一下这个灵狐伦。你们两个真是找死！擦掉脸上的口水，令狐伦整个人的脸都绿了，那满是怒意的眼眸简直就跟要吃人一样。可是就在此刻，楚浩言却看向了楚怀宇，而楚怀宇从楚浩言的目光中也是领悟到了一些东西。二人已经决定运用那进入祖武修行界的钥匙离开此处，他们放弃继续在祖武修行界修炼的机会，因为他们知道，若是还不放弃，那么怕是要被这灵狐伦活生生的折磨至疯不可。虽然很不甘心，可这是他们最后的退路。一切都是我楚风做的，有本事冲我楚风来！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响彻天际。这忽然间传来的声音，莫说让灵狐天族、梦魇灵族以及通天兽族神经一紧，就连离世天族的族人以及楚怀宇和楚浩言也是心神一震。因为相比于灵狐天族他们，楚怀宇他们更能够听得出来，那个声音，那声音不正是楚风吗？定目观望，果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快速的飞掠而来，而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楚风，你是疯了吗？你干嘛要来？看到楚风，楚浩言和楚怀宇一脸惊讶，随后竟然责骂起来：“我族兄弟被抓至此，我岂能不来？”楚风淡淡的笑道。而楚风此话一出，楚浩言和楚怀宇则是一愣，此刻心中若说不敢动，那是假的。快走！此人乃是灵狐伦，祖武实行第5位的武仙境高手。紧接着楚浩言便再度大喊起来，他这声喊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生怕楚风听不到一般。走，今日你们谁都走不掉！灵狐伦冷笑着说道。这个楚风胆子还真是不小，不过似乎的确有些本事。你看他额头之上的光之符文，我的乖乖，竟然蕴藏着如此强大的天地能量，这若是被他炼化了，那还料的？梦魇无双说道。只是可惜他没有炼化的机会了。通天渊明说话间看向了灵狐伦，因为他知道灵狐伦绝对不会放过这楚风，倒也不能这么说，还要看他的表现。灵狐伦说道。什么表现？楚风故作出一副好奇的模样，现在
当着我们的面把你的衣服脱光，然后跪在地上磕100个响头，再爬到我的面前舔干净我的鞋，我便考虑放过你的2个兄弟，当然只是放过他们2个，至于你，我是不会放过的。胆敢挑战我灵狐天族权威者，只有一条路，那便是死路。灵狐伦说道。哦，这么说来，我今天是死路一条？楚风问道。没错，灵狐伦说道。错了，楚风说道。哇，你说什么？听得此话，灵狐伦以及3族之人皆是一愣。我说你想错了，我楚风今日来此，既不是赔礼道歉的，更不是来找死的。楚风说道。哦，那我倒是很好奇，你是来做什么的？灵狐伦冷笑着说道。我听闻光之符文可以抢夺，对不对？楚风问道。的确如此，灵狐伦说道。那就对了，因为我楚风来此是来抢夺你们的光之符文的。楚风说道。你说什么？楚风此话一出，众人都是神色一致，莫说灵狐天族的族人，就连离世天族的离岸之和楚浩言以及楚桓宇也是神色一变，他们简直不敢相信楚风所说的话，还都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我说我楚风今日来此是来抢夺你们的修炼资源的。楚风再度说道。我的天哪，原来我没听错，这个家伙是真的疯了。我的乖乖，真是笑死我了，这楚风哪来的勇气，竟然敢说如此大话。来啊来啊，老子就站在这里，等你来抢夺我的光之符文，我倒是要看看你是怎么抢夺的。惊讶过后，灵狐天族的族人顿时哄堂大笑起来，他们真的是被楚风逗笑了，笑的眼泪都出来了，因为在他们看来，楚风这句话是当真好笑，这简直就像是一只蚂蚁对一头大象说，他要把这头大象举起来，然后把它丢出去，狠狠摔死那头大象一样不切实际。而面对那满是嘲讽笑声的众人，楚风的嘴角却也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随后，楚风嘴角的笑容凝固，在他的眼眸之中流露出了一抹凌厉。这家伙，此刻灵狐伦、梦魇无双、通天渊明皆是目光一动，他们都注意到了楚风眼中的凌厉，隐隐间觉得楚风是要有所行动。然而为时已晚，猛然间一声巨响传来，楚风的体内竟然释放出磅礴的火焰，那火焰之汹涌，瞬息便吞噬众人。一时之间，被吞噬的人中，除了灵狐伦之外，都丧失了力量。哪怕是梦魇无双和通天渊明这2位，也是一脸痛苦的跪在地上，动弹不得。甚至就连灵狐伦这位5仙境的强者，身在这火焰之中，也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眼见不妙，令狐伦便拔空而起，掠出了那火焰。掠出之后，他双手变换，道道武力如暴雨一般向楚风扑杀而去。可是令他意外的是，他的攻击手段竟然被那火焰挡了下来。莫说伤到楚风，想进入那火焰都是非常之难。这家伙施展了什么手段？此刻灵狐伦一脸的惊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一个堂堂1品5仙，不仅被一个9品天仙逼得倒退而去，而面对那位9品天仙释放的火焰，他竟然攻不破。我就不信这个邪！灵狐星号喝一声，紧接着掌心一翻，便有一把银色的长枪握在了手中。这银色长枪长有5米，枪身之上满是符咒，那符咒流转之间，就连周遭的空间都在颤动，隐藏于天地间的仙级武力都在受其调配。那是一件仙兵，一件真正的仙兵。仙兵握在手中，令狐伦的气息顿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此刻他的战力已绝非1品5仙那么简单。然而这还不算完，只见灵狐伦额头之上雷霆涌动，一个由雷霆汇集而成的天字便印在了他的额头之上。那天字出现之后，灵狐伦的修为也是从1品5仙提升到了2品5仙。楚风，给我受死！一声怒吼之后，灵狐伦便开始挥动手中的银色长枪，银色的光芒不断闪烁，化作道银色的月牙光刃，不断的向那火焰飞射而去。可是当光刃落入火焰之后，就如同江河汇入大海，并未引起丝毫变化，他的攻击竟然皆被火焰所吞噬。怎么可能？见此一幕，灵狐伦再度大吃一惊。如果说先前他还无法攻破楚风的火灵甲，还情有可原的话，现在他还无法攻破楚风的火灵甲，那可就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毕竟他连天级血脉和仙兵都亮出来了，甚至他先前攻击的手段，那也是一种强大的仙法呀。看来只能忍一忍了。忽然灵狐伦咬了咬牙，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决意。他做了一个决定，决定再进入那火焰之中。虽然身在火焰之中，那种压迫感让他很是痛苦，可是现在似乎唯有承受那种压迫，才能进入其中了。决定之后，灵狐伦也是立刻动身，他化作一道流光，宛如一颗极快的流星，自天际之上向下方的火焰飞射而去。然而灵狐伦靠近火焰，就像是进入了巨浪之中，而自己只能随波逐流，在那火焰浪潮之中翻腾。而没过了多久，他便被那火焰的浪潮给推了出来。我居然进不去了！灵狐伦此刻已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他简直就不敢相信这一切。先前还在其中的他，此刻居然都进不去了。灵狐伦，不要白费力气了，我楚风既然敢来此处，就是有着绝对的把握来面对你。虽然凭借着火灵甲的力量，我无法伤你，更无法杀你，可是你同样也奈何不了我。你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楚风将你灵狐天族这些族人的光之符文夺走。楚风说道。楚风，你敢！灵狐伦发出威胁的怒吼。我楚风敢不敢？你自己来看。楚风淡淡一笑，随后便身形一纵，来到了一个灵狐天族族人的身前。他伸出手指按在了那灵狐天族族人的光之符文之上，下一刻那位族人便能发出了痛不欲生的惨叫。与此同时，那位的光之符文也是被楚风抽离，融入了楚风的光之符文之中。虽说楚风的光之符文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人们却知道楚风的确是掠夺了那人的光之符文。因为那位灵狐天族族人不仅额头之上的光之符文不见了，
他也随之消失了。他是被驱赶出了圣灵光之阵。楚风，你真是找死！令狐伦发出了无比愤怒的咆哮，连天的都是剧烈颤动起来。他被气坏了，真的是被气坏了。他想不到楚风竟然真的敢对他灵狐天族的族人动手，挑衅，这是绝对的挑衅，对他灵狐天族的挑衅。可是他的愤怒，他的咆哮，对于楚风来说却是没有丝毫的作用。楚风不仅不怕，反而发出嘲讽的笑声，随后便开始疯狂地掠夺起灵狐天族族人的光之符文。而在此期间，任凭灵狐伦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将楚风碎片，可是他却是无能为力，只能听着自己的族人发出痛不欲生的惨叫，而自己却是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眼睁睁地看着楚风将他的族人的光之符文夺走，将他们一个一个的驱逐出这圣灵光之阵。可是最痛苦的却是那被楚风的火焰所压制住的灵狐天族族人，尽管他们的光之符文还尚未被楚风掠夺，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今日都是难逃此劫。想到自己先前还在嘲讽楚风在说大话，可是现在却如同待宰的羔羊一般，只能等待楚风来收拾他们，那内心的滋味当真是极为的难受。而与此同时，在这祖武修行界主域的那座广场之上，所有人也都被惊呆了。原本各族族人还沉浸在心痛中，而灵狐天族的还沉浸在喜悦之中。可是忽然间，在那星宿们疗伤的地方，便出现了一个灵狐天族的族人，而还来不及上前询问，灵狐天族的族人便一个接着一个的不断出现在此处，并且他们一个个的皆是有着相同的症状，皆是如同那些星宿一样，宛如将死之人一般，虚弱到了心痛的地步。看到他们的模样，人们不用问也是知道，他们一定是被掠夺了光之符文，所以被驱赶出了圣灵光之阵。只是到底是谁竟然敢掠夺灵狐天族族人的光之符文，并且还一口气掠夺了这么多，甚至哪怕现在仍然不断有灵狐天族的族人出现在此处。眼看着灵狐天族今年的所有星宿就都要被淘汰出局了，不是眼看着，而是已经发生了。伴随着又一道身影出现在这广场之中，除了灵狐伦之外，此次进入圣灵光之阵的圣灵光之阵的灵狐天族族人已经全部被驱逐出了圣灵光之阵。混账，是谁？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做的？终于，位于广场主位的灵狐铁面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的怒火，发出了质问。只是现在灵狐天族的族人实在太虚弱了，他们发出声音的力气都没有。但是从他们的口型中，人们还是一眼就看出他们说的人是谁。楚风，那两个字正是楚风。楚风，真的是他，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明摆是与我灵狐天族作对，他可真是找死，他可真是找死啊！一时之间，灵狐铁面以及灵狐天族的许多族人都是气得面红耳赤，咬牙切齿，甚至原本还坐着的人此刻全部都站立了起来。他们的怒意，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那怒意是如此的浓烈，浓烈到令人害怕。人们相信，若是楚风此刻出现在这里，灵狐天族的族人绝对会将他撕成碎片。圣灵光之阵内，灵狐天族的族人就只剩下了灵狐伦一个，至于其他族人，全部被楚风夺取了光之符文，被驱逐了出去。但是在楚风那火灵甲之火焰的覆盖中，却还有着几道身影，那便是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人，其中也包括了梦魇无双和通天渊明这两位名列祖武十星第7位和第8位的天才。只是哪怕是这两位天才，在那火焰之中，却也被彻底镇压，毫无反抗之力。楚风，你要做什么？忽然，梦魇无双与通天渊明几乎同时发出了不安的吼声，因为楚风居然自乾坤袋内取出了光之矿石。按理来说，光之矿石只要被开采下来，就会融入与他最近的修武者体内，但是这些光之矿石竟然被困住了。虽然不知道楚风是如何做到的，但他们的确被困住了。可是若只是看到被困住的光之矿石，他们并不会如此的不安。之所以会让他们这样，那是因为楚风解开了那些光之矿石的封锁，而那些光之矿石正在融入他们体内，在他们的额头之上汇集成了光之符文。我要做什么？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明知故问，可不是好习惯。楚风笑眯眯地说道。楚风，你无耻，你无耻！梦魇无双等人愤怒地大喊起来。他们其实早就看穿了楚风的意图，知道楚风是想让他们凝聚光之符文，然后再剥夺他们的光之符文，并且楚风将那光之矿石束缚，并且又带到此处，明显就是为了对付他们而准备。楚风居然早有准备，这让他们深深地意识到了楚风这个人的可怕。此时广场之上，所有人都震惊于楚风的手段。在此之前，任凭是东郭冰玉都没有想到楚风居然敢真去夺取灵狐天族族人的光之符文，这简直就是明摆着要与灵狐天族作对了。这个楚风还真是卑鄙啊，居然如此厚颜无耻，到处偷袭灵狐天族的星宿。不过此次进入圣灵光之阵的，却也有着楚风所招惹不起的人。此刻狡猾的梦魇灵族族人开口了，他这么说其实是想帮灵狐天族找回面子，因此他才故意给楚风扣上了偷袭灵狐天族弱者的帽子。的确卑鄙，不过我族此次进入圣灵光之阵的可不止这些族人，灵狐轮会让他付出代价的。灵狐天族的族人说道。听得此话，灵狐天族那些被驱逐出来的星宿脸色都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他们都知道灵狐伦也在场，只是对于楚风，灵狐伦却是无可奈何。但是他们现在不知该如何开口，毕竟此事若是说出来，他灵狐天族可就真是颜面扫地了。何须令狐伦出手，我族无双便会给他颜色瞧瞧的。此刻梦魇灵族的族人得意地说道，我族渊明如是带到那楚风，也绝对不会让他好过。与此同时，通天兽族的族人之中也有人说道，对于他们此话，东郭天族的众人都是深信不疑。
甚至纷纷露出担忧之色，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梦魇无双还是通天渊明，那可都是楚风无法难以抗衡的存在。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声音出现在了众位星宿之中。看到这个人，在场之人皆是大惊，因为那是梦魇灵族的族人。只是此刻最为惊讶的，却要数梦魇灵族的族人。旁人看不出那位是谁，他们可是一眼就能看出那位族人是谁。那可不是寻常的梦魇灵族族人，而是梦魇无双啊！无双，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梦魇灵族的许多族人纷纷飞身而起，来到了梦魇无双身旁，一边认真的为其疗伤，一边紧张的询问起来。而听得梦魇灵族之人的呼喊，人们也终于得知，原来那位被驱赶拿出圣灵光之阵的，便是梦魇无双。一时之间，众人都是一脸的惊讶。紧接着，又有一道庞然大物出现在此处，那竟是通天渊明。这一下，人们更加吃惊了。不仅梦魇无双被驱赶了出来，居然连通天渊明也被驱赶出了圣灵光之阵。莫非这也是楚风做的？楚风，又是楚风！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族人也都发出了极为不甘的咆哮。随着梦魇无双和通天渊明的伤势被治好，他们也是说出了楚风的名字。看来如今能收拾楚风的，唯有我族的灵狐轮了。当确定梦魇无双和通天渊明也被楚风掠夺了光之符文，灵狐天族的族人不仅没有不爽，反而心中的怨念缓解了一点。毕竟连梦魇无双和通天渊明都栽在楚风的手中，这倒也能证明楚风的实力不容小觑。所以他灵狐天族的那些族人被楚风掠夺了光之符文，也就不再显得那么丢人了。并且这种时候灵狐轮站出来的话，反而倒是更能彰显灵狐轮的实力。这在灵狐天族的人来看，这不是坏事，反而是一件好事。难道他们都没说吗？就在这时，梦魇无双虚弱的开口了。梦魇无双，你在说什么？灵狐铁面皱着眉头问道。他从梦魇无双的话语之中听到了一丝讽刺的意味。我们这些人被楚风剥夺光之符文的时候，灵狐轮也在场。梦魇无双说道。什么？听的不仅是灵狐天族，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梦魇无双，你说灵狐轮也在场？此刻灵狐天族的许多族人同时问道。从一开始灵狐轮就在场，只是面对楚风对我们的掠夺，灵狐轮却是无能为力。梦魇无双说道。晴天霹雳！梦魇无双此话一出，当真是晴天霹雳。此一刻灵狐天族的所有人都是一脸的呆滞，眼中映射出相同的情绪，不知所措。到底怎么回事？莫非那楚风的修为已经到了灵狐轮都无法抗衡的地步？他也是2品5仙不成？灵狐铁面问道。不，那楚风与我一样，乃是9品天仙。梦魇无双说道。9品天仙？若只是9品天仙的话，灵狐轮岂会不是他的对手？灵狐铁面问道。并非是灵狐轮不是楚风的对手，而是楚风凭借至宝，使得灵狐轮也无法靠近于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楚风剥夺我等的光之符文。梦魇无双说道。至宝是何至宝？灵狐铁面问道。火灵甲。梦魇无双说道。火灵甲！众人皆是一惊。火灵甲的名号，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是听说过的，那的确是一件至宝，尤其是对于天仙境以下的修武者来说，那简直是一件不可抗衡的至宝。只是对于天仙境的强者来说，火灵甲已不是坚不可摧，又何况楚风面对的乃是灵狐轮呢？除非是那楚风让火灵甲认主，得到了火灵甲的认可，莫非是那楚风让火灵甲认主了不成？有人问道。楚风可催动火灵甲，释放出强大的烈焰，烈焰如海，覆盖数里之外，如此手段应当是以让火灵甲认他为主。梦魇无双说道。可就算是那楚风让火灵甲认主，他也不该抵挡得住令狐轮的攻势才对。灵狐天族有族人说道。此刻许多人都沉默了，包括灵狐铁面也沉默了。按理来说，就算火灵甲认主，也的确难以抵挡灵狐轮才对。毕竟灵狐轮不是寻常的1品5仙，他不仅掌握着天级血脉，他的攻击手段也是非常的厉害。灵狐天族的天才可不是开玩笑的。而现在楚风却是凭借火灵甲抵挡住了灵狐轮的攻势，这便说明楚风天赋过人，是他那异常的天赋才有了火灵甲如今的力量。然而灵狐天族的族人却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一点。命也，你究竟还要袖手旁观到何时？灵狐铁面将目光投向了灵狐命也。虽说灵狐轮难以抗衡楚风的火灵甲，对楚风奈何不得，可是灵狐命也他可是2品5仙，并且他的手段比灵狐轮还要强横，所以在灵狐铁面看来，就算灵狐轮难以收拾楚风，可是灵狐命也若是出手，楚风必败无疑。只是灵狐命也从一开始就在此处，但是他却一句话都没有说过。身为灵狐天族的族人，就好像这一切与他无关一样，这让灵狐铁面很是生气。谁能告诉我楚风释放火灵甲的力量是什么时候？灵狐命也问道。他此话一出，立刻有人给出了答案。铁面大哥，莫要急，根本无需我出手，2个时辰之后，那楚风便会倒霉。灵狐命也说道。命也，你此话怎讲？此刻灵狐天族的族人问道。随后灵狐命也便为众人讲述起来。原来灵狐命也从听一位高人讲述过关于火灵甲的事，所以对于火灵甲他比其他人更要了解。火灵甲认主之后，根据主人的天赋强弱也会有强有弱，若是主人天赋足够强大，倒也的确会发生连2品5仙都无法伤他的地步。但是火灵甲那强大的火焰力量却并非无穷无尽，是有时间限制的。而据那位高人所讲的话，这个时间限制也是有所不同，但是最长也不会超过2个时辰。竟然还有这种事！听过灵狐命也的一番话后，许多人都是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灵狐命也之前为什么要那样说。刚好我也曾与灵狐轮说过此事，所以灵狐轮他很清楚，火灵甲的力量就算再强，但也终会消失。所以楚风只能得意一时，2个时辰之后，他将会为他的所作所为而付出代价。灵狐命也说道。而与此同时，
在那圣灵光之阵内，除了灵狐伦之外，所有人都被楚风剥夺了光之符文，被驱赶出了圣灵光之阵。知道自己无法伤到楚风的灵狐伦，此刻也不再贸然的对楚风发动攻势，只是他满面狰狞的样子，恨不得将楚风活活吃掉。只是面对那杀意滔天的灵狐伦，楚风却是不以为然，反而说道：“令狐伦，怎么样？我楚风是不是说话算话？我说来夺你们的光之符文，我就要夺你们的光之符文，而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一旁看着。至于现在，我要把他们所有人带走，而你依然什么都做不了，依然只能看着。”楚风对灵狐伦说道：“楚风，你休要狂妄，不出2个时辰，我定要你狗命！”令狐伦指着楚风，咬牙切齿地说道。尽管他很不愿意相信楚风能够发挥出火灵甲这样强大的力量，可是事实摆在面前，容不得他不信。但是他却也知道火灵甲的力量终究有限，所以他尽管愤怒，却并没有抓狂，因为他知道2个时辰之内，火灵甲的力量便会消失。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楚风倒霉的时候。2个时辰。然而，对于灵狐伦这暗含深意的话，楚风却是没有听出任何端倪，而是非常不以为然，甚至挑衅地说道：“就算给你1辈子，你也奈何不了我。灵狐伦，我劝你一句，不要跟着我，否则你的光之符文我也给你夺走。”楚风说完此话，便大袖一挥，将楚怀宇、楚浩言以及黎岸之等黎氏天族的族人全部卷到了自己的身旁，随后便拔空而起。他这一动，顿时烈焰冲天，那根本不是一个人在移动，而是滔天巨浪在虚空移动，一路而过，大地与虚空皆是被烈焰烧得火红，那等气势简直就是焚烧天地。狂妄的家伙，竟敢妄言夺我符文，我倒是要看看你是如何夺我符文的！灵狐伦怒骂一声，随后便拔空而起，跟随楚风而去。他自然不会放任楚风离开，因为他知道楚风那火灵甲的力量迟早会消失，而待那力量消失，便是他收拾楚风的机会。但是楚风似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慢慢悠悠的在天际上飞掠着，甚至一边飞掠还一边嘲讽灵狐伦，根本就没有要摆脱灵狐伦的意思。看着这样的楚风，灵狐伦表面上依旧怒意不减，可是内心却是冷笑起来，暗道：楚风，再让你嚣张片刻，2个时辰之后，我会让你跪在我面前求饶，但是就算你求饶也是无用。灵狐伦心中的算盘，楚风似是不知，但是黎岸之等人便是真的不知了。此刻他们也觉得灵狐伦很可笑，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被楚风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但是他们却更惊叹于楚风的力量，在此之前，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还能得救，并且是被楚风所救。楚风，看来我又欠了你一个人情。黎岸之说道。我也欠了你一个人情，还有我。黎岸之之后，黎氏天族的几人纷纷说道，就连对楚风恨之入骨的黎天佑也是对楚风道谢了。正所谓人心都是肉长的，虽然之前他们栽在楚风手中乃是事实，可是今日楚风救了他们也是事实。做人要恩怨分明，黎氏天族的这些小辈虽然自负高傲，甚至有时也会蛮不讲理，但是却没有到了那种是非不分的地步，所以他们是真的记下了楚风对他们的恩情。若是真的觉得欠了我的人情，那黎氏天族便不要入侵我楚氏天族的领地。楚风说道。这件事并非我们能够左右的。黎岸之说道。这么说来，黎氏天族是铁了心要占据我楚氏天族的领地了。楚风问道。楚风，我不想瞒你，这个机会我黎氏天族不会放过的，所以我劝你们楚氏天族做好心理准备。黎岸之说道。这件事也不是我能左右的，但是我楚氏天族绝对不会束手就擒便是，所以我也奉劝你们一句，千万不要小看我楚氏天族，一定要做好惨败的觉悟。楚风说道。楚风，就算你救了我们，可你说这种大话我还是听不下去。黎天佑说道。是不是大话，到时候自然会知晓。楚风笑着说道。就这样一路闲聊之下，楚风的脚下已有无数山川与江河被其掠过。可是忽然间，楚怀宇目光一动，紧张地问道：楚风，你怎么来到了这里？楚怀宇这样问，是因为楚风所飞掠的方向乃是他们所被抓的方向。他若没猜错，楚风是想向那结界入口的方向飞掠而去，可是那结界之中显然有着某种秘密，那秘密本不该让灵狐伦知道才对。我是故意的。楚风回头笑道。听得此话，楚怀宇先是目光一动，随后便不再多问。虽然他不知道楚风具体的目的，但是以他对楚风的了解，楚风倒也从来不做吃亏的事，所以他觉得楚风一定是有着他的打算才对。就这样，楚风很快来到那片大海之上，跃入大海深处。楚青与楚双双还待在这里。楚风什么都没说，直接带着楚青和楚双双跃入了那结界之中。第一次进入那结界，因为不知结界之中的凶险，所以楚风并没有允许楚青等人跟着进去。但是现在，楚风对那结界之中的情况已是非常熟悉，所以哪怕带着他们，也可巧妙地避开各种机关。这里竟然有个结界，是早就准备好的陷阱吗？难怪我一路跟来，竟然有恃无恐。哼，不过不管你玩什么猫腻，今日你都休想甩开我。眼见着楚风携带着那漫天的烈焰进入了结界之中，灵狐伦也是略微的迟疑了一下，但是他的迟疑只存在了一瞬间，很快便再度动身，跟随着楚风跃入了那结界之中，进入其中。凭借他的速度，他很快便再度追赶上了楚风。只是进入其中没多久，这灵狐伦也是目光大变，眼中涌现出了意外的震惊。此处竟然有着如此多的杀阵，这不是楚风布置的陷阱，这是圣灵光之阵内的阵法。这里是通往何处的？搞不好这里还隐藏着我们所不知道的宝藏。想到这里，灵狐伦的嘴角不由掀起了一抹冷笑，心中暗道：这楚风应该是想引我到此，然后利用此处的杀阵抹杀于我，真是天真。
本以为这楚风是诡计多端之辈，没想到如此愚钝。此处阵法虽强，可却也皆可被我看破。将我引于此处，是白白的让我得知了这个神秘之地。此处的宝藏将不属于你楚风，而将属于我灵狐伦。因为2个时辰很快就要到了。楚风，没了火灵甲的庇护，身为9品天仙的你，在我面前便如同蝼蚁一般，我都不用动手，我的一口唾沫都可以淹死你。然而，忽然间，灵狐伦脸色大变，原本跟着那烈焰的他，竟然忽然动不了。紧接着，他感觉自己的所有力量都被抽干，自己就像是一个失去了修为之人。这是什么东西？惊慌之下，灵狐伦也是注意到，他被一条古怪的东西缠住了，那似是一个生命体，宛如藤蔓一般，但却是透明的，极为隐蔽。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发现这个东西，才会被这个东西缠住。而这宛如藤蔓的生命体身上布满了宛如章鱼一般的吸盘。此刻，这个东西不仅紧紧地缠住了自己，那吸盘更是洞穿他的衣衫，贴附在了他的肌肤之上。正是这东西的吸食，才让他的修为丧失。灵狐伦，我说过，你不要跟着我的。就在这时，楚风的声音忽然响起，抬头观望，楚风就在不远处。楚风已经不再被那烈焰缠绕，并非火灵甲的力量消失了，而是楚风自动取消了那烈焰。眼下，楚风正一步一步的向灵狐伦靠近，嘴角上的笑意让灵狐伦感到极为的不安。你要做什么？灵狐伦不安的吼道。不做什么，只是兑现诺言，夺取你的光之符文。楚风说道。这是你故意布置的，你是故意引我来此的，你早就设计好了。灵狐伦质问道。现在明白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能证明你并不愚蠢吗？你若真的聪慧，便不会跟着我了。连你都知道，火灵甲那烈焰的力量持续不了太久，而身为火灵甲主人的我，难道会不知道吗？楚风笑眯眯地问道。你早就知道，我为何跟着你？你这混账！得知一切，灵狐伦愤怒地咆哮起来，他当真是被气坏了。搞了半天，他从一开始就被楚风耍得团团转，从一开始就中了楚风的圈套。武者、世界、修武天赋极为重要，但是脑子这个东西也很重要，只是可惜你似乎没有啊。楚风说话间便伸出手指按在了灵狐伦的额头之上，而下一刻，灵狐伦也是发出无比悲惨的咆哮声，因为他额头之上的光之符文正在被楚风抽离。与此同时，生灵光之阵外那广场之上，人们其实也在掐算着时间。时间到了，2个时辰到了，楚风的好日子到头了。猛然间，许多人同时开口，脸上露出了兴奋与期待的目光。若是灵狐命爷所说属实，那么当楚风那火灵甲的力量消失之际，便是楚风倒霉之时，而那个时候便是此时此刻。就在众人满怀期待之际，一道身影忽然自那结界入口出现，随后如同死狗一般落在了下方。此刻，众人几乎在同时便将目光投了过去，都以为那个悲惨的声音乃是楚风。只是当看清那位之后，所有人都是目光大变。一时之间，这辽阔的广场之上竟是鸦雀无声。灵狐伦，怎么会是你？猛然间，一声充满惊讶与心痛的声音响起。灵狐伦，那个人不就是刚刚被楚风夺取了光之符文的灵狐伦吗？短暂的惊讶之后，换来的是无比的震惊。此刻，莫说灵狐天族的那些族人，就连灵狐铁面和灵狐命也是纷纷动身，来到了灵狐伦的身旁。怎么回事？是谁做的？是楚风。灵狐铁面和灵狐命也一边为灵狐伦疗伤，一边追问起来。而灵狐伦倒也不愧是一品武仙强者，虽然同样是被剥夺了光之符文，可是灵狐伦却还有说话的力气。是楚风，那楚风卑鄙无耻，我被他用阵法困住，而那阵法束缚住了我的力量，他趁此时机夺取了我的光之符文。灵狐伦满脸怒意与不甘地说道。无碍，这个仇我替你报。灵狐命也拍着灵狐伦的肩膀说道。一定要让他们生不如死。灵狐伦说道。放心吧。灵狐命也点了点头。还有，你千万不要进入那结界之内。楚风似乎对那结界很了解，里面许多阵法太过古怪，绝对不能进去，否则怕是要与我一样中了圈套。灵狐伦提醒道。放心。灵狐命也再度说出放心二字，说这话的时候自信满满，就仿佛只要他愿意进入其中，那么楚风等人就不要再在他的手中一般。此话说完，他便身形一纵，掠入了那圣灵光之阵的入口之中。当灵狐命也掠入圣灵光之阵的那一刻，东郭冰雨的目光之中涌现出了极为浓郁的担忧与不安。灵狐命也虽也是今年的新秀，可是他的各方面实力都非灵狐伦可比，不仅仅是修为，而是各个方面，这灵狐命也都很出色，甚至有人认为灵狐命也是注定要超过灵狐铁面的存在。所以相比于灵狐伦，这灵狐命也可就要危险得多。楚风面对这样可怕的对手，东郭冰雨自然很是不安。而这灵狐命也果然不是鲁莽之辈，他进入圣灵光之阵后，并没有盲目的搜寻楚风，而是前往了圣灵光之阵的中心区域。他也没有使用那追踪符，而是就这样盘膝而坐，似是闭目养神一般，坐在此处。在此期间，楚风等人则是继续寻找新的光之矿石。又过了足足3日时间，楚风等人几乎把此处的所有光之矿石都全部开采完毕。而当最后一颗光之矿石被开采下来之际，这方天地竟然忽然大变起来，脚下的大地开始分割开来，就连虚空也开始分割开来，甚至这空间这天地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眨眼之间，原本还在楚风周围的众人便全部消失了，就连楚风也在随波逐流，被卷入了这扭曲的空间之中。此刻的楚风就像落入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漩涡，而自己却是无能为力。这是怎么回事？此刻就算是楚风也是神色大变，因为他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在不解之际，楚风的脑海之中反而浮现出了先前在那结界深处独立的世界之中所看到的远古生物大战的一幕。楚风不知道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他隐隐间意识到
他之前所看到的大战，似乎与这圣灵光之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应该是某种秘密，只是楚风还无法洞穿那秘密。若是能够洞穿，便一定可以得到一些收获。就在楚风努力思索之际，这扭曲的天地忽然平静了下来。楚风趴在地上，而抬头观望，发现黎岸之、楚浩言、楚双双等人也都在不远处，或趴或躺的翻滚着。此刻楚风只是有些头晕，可是如楚双双等人却是在不断的呕吐，虚弱的浑身都在颤抖，看得出来先前的空间扭曲对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这圣灵光之阵缩小了，猛然间，楚风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此刻的他们都在这圣灵光之阵的中心区域，整个圣灵光之阵都缩小了，变得非常的小，不及圣灵光之阵原本容貌的1/1000。看来你很迷惑，其实不用迷惑，这圣灵光之阵最后的时期，融合器之前本来就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其实这世界的缩小，就是给此处的修武者提供一个分出胜负的机会罢了。因为不管这圣灵光之阵它有多大，但它终归也是一个为修武者而提供的武斗台。忽然间，一道声音响起，而这忽然传来的声音让楚风感受到了不妙，而顺声观望，一道声音正立于虚空之上，凝望着他。这个人，楚风是第一次所见，可是当楚风看到这个人之后，却顿时眉头紧皱起来。此人不仅是灵狐天族的族人，并且他的气息比灵狐轮还要强大，那竟是一位2品武仙，而此人自然便是灵狐命也。难怪灵狐命也如此有恃无恐，原来他早就知道这圣灵光之阵会产生变化。而当圣灵光之阵缩小之后，楚风等人便是逃无可逃。你便是他们口中那个灵狐命也吧？楚风问道。他之前打探消息的时候就已经听闻，这灵狐天族有一个更厉害的家伙，那便是灵狐命也。只是据他所指，灵狐命也并没有进入圣灵光之阵。正是，灵狐命也点了点头。他看着楚风，表现得很是平静，眼中竟没有一丝怒火，就像是在看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一般。看来你对这圣灵光之阵很是了解。楚风问道。曾听一位高人提起过，所以对于圣灵光之阵的确知道一些。我若没有猜错，你让灵狐轮被困住的结界通道内，通往的应该就是这圣灵光之阵的阵眼，只是可惜我没机会去看一看。灵狐命也面带遗憾地说道。而听他这样一说，楚风才知道自己先前进入的世界竟然是圣灵光之阵的阵眼。你对圣灵光之阵果然很了解，既然如此了解，为何你不在一开始就进来？楚风问道。对于毫无挑战的事物，我向来没有兴趣，我若是从一开始就进来，那便没有你们什么事情了。灵狐命也说道。你若是将这圣灵光之阵会在融合期来临之前便缩小的事情告知灵狐轮，他也就不必大费周折的去用那所谓的追踪符去追踪我们了，自然而然的他也不会被那阵法所困，更不会被我剥夺光之符文。所以啊，你不该有所保留，应该告知他的。楚风说道。若是全都告知了他，那还有何挑战性可言呢？灵狐命也反问道。这么说来，你对这圣灵光之阵当真是毫无兴趣？既然如此的话，那你此刻出现在此处，便是单纯的来替令狐轮他们报仇的。楚风问道。身为同族兄弟，替他们报仇这是自然，但其实也并不全是因为此事，最主要的是如今这圣灵光之阵内有了让我感兴趣的人。不过说实话，我有些失望，因为你这个实力似乎根本就没办法与我抗衡。灵狐命也看着楚风，以讽刺的语气说道。话到此处，他终于暴露了本意，他就是为了对付楚风而来，一切都是我做的，与他们无关，放他们走吧。楚风说道。我想你还没搞清楚状况，现在主宰这里的人是我，所以你根本就没有与我谈条件的资格。灵狐命也话到此处，他的嘴角忽然扬起了一抹上翘的弧度，那是一抹极为邪恶的笑容。看到那抹笑容，楚风便意识到大事不妙，这灵狐命也是要出手了。猛然间，楚风意念转动，身上的火灵甲便燃烧起来，与此同时，磅礴的火焰也是如同喷涌的火山岩浆一般扩散开来。然而那火焰刚刚扩散，楚风便嘴巴一张，一大口鲜血自口中喷洒了出来。此刻楚风半跪在了地上，而那释放出的火焰不仅消散，就连火灵甲也褪去了光芒。火灵甲的力量已经被你消耗光了，想要恢复的话，至少还需要1日的时间。你若强行使用，不用我出手，火灵甲便可以要你的命。灵狐命也说道。你对火灵甲竟也如此了解？楚风眉头皱得更深了。看这样眼前的灵狐命也，楚风是如此的不安，因为他看不透这个灵狐命也。这个男人简直就像是一个谜团，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事情。可是楚风自己却像是一张白纸一样，他所有的手段都暴露在了灵狐命也的面前。这样如此悬殊的差距，让楚风感到非常的无力，感到无力，这就对了。不过别急，这才刚刚开始，我会让你觉得越来越无力的。话到此处，灵狐命也的眼中便涌现出了浓郁的杀意。此刻的他就像是爆发的猛兽，之前的平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的预兆而已。此时此刻，这方天地都充满了他的怒意与杀意，一切是如此的恐怖，这简直不像是一个人，这是一个杀人狂魔。此人的手中定然沾染了无数鲜血，心狠手辣之极，否则不可能散发出如此恐怖的杀意与怒火。忽然，黎岸之发出了痛苦的惨叫。此刻的黎岸之不仅来到了灵狐命也的身前，他额头之上的光之符文也正在被灵狐命也所抽离。黎岸之，不要用这仇视的目光看着我，我并没有对你如何，只是遵循着圣灵光之阵的规则而已。你应当感谢我，感谢我如此的仁慈，并没有因为你与这楚风同流合污，便将我的怒火牵连在你的头上。灵狐命也看着黎岸之，以无比诡异的语气说完了这番话。而当他话音落下之际，黎岸之的光之符文也是被他抽离干净，消失在了这圣灵光之阵之中。紧接着，灵狐命也便将黎氏天族内其他几位族人的光之符文夺取。此刻，
灵狐命也再度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冷笑着说道：“好戏，终于可以开始了。”话罢，灵狐命也大袖一挥，一座奇特的丹炉便出现在了他的身前。那可不是寻常的丹炉，那乃是一件仙冰。紧接着，灵狐命也目光变化，那丹炉便急速扩大，化作了一个高大100米的庞然大物。此时，那丹炉不仅光芒流转，其中更是热浪升腾。那可不是简单的火焰，而是最纯粹的仙级武力。而凝聚而出的火焰，当那仙冰丹炉被唤醒之后，灵狐命也大袖再度挥动，楚清、楚双双、楚浩言、楚环宇等人便被一阵飓风卷入了那火炉之中。这一刻，他们4人同时发出了惨痛无比的叫声。那仙冰丹炉正在炼化他们的肌肤被烧毁，肉身被焚灭。而因为这祖武修行界内特殊的保护力量，他们肉身被毁之后又很快恢复，可是恢复只有，却又再度被焚灭。此时此刻，他们4个人承受着比被夺取光之符文还要难以忍受的痛楚。最重要的是，光之符文的痛楚只是短暂的，可是他们4个人这样下去，怕是会一直承受这种痛楚，直到精神崩溃，从此疯癫。住手！见此一幕，楚风咆哮着冲向了那丹炉，想要解救楚清等人。然而，楚风刚刚动身，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推了回来，无力的躺在了地上。无力吗？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别急啊，这才刚开始而已。灵狐命也用嘲弄的目光看着楚风，就仿佛他已经主宰一切，而楚风在他面前只有一个选择，那便是认命。这种折磨之下，楚清、楚浩言、楚双双以及楚环宇都承受不住了，他们依次消失了。楚风知道他们并不是死了，只是他们离开了，是他们自己选择离开的，运用进入这祖武修行界的结界钥匙离开了此处。其实这个决定是对的，虽然离开此处会减少修炼的机会，可总比被活生生折磨至疯要好得多。意志力也太低了一点，太让我失望了，不知道你能否坚持得更久一点呢？灵狐命也再度将那嘲弄的目光投向了楚风，而此刻楚风也是心中一沉，不知该如何是好。楚清等人可以离开，因为他们在这祖武修行界内已经得到了不少好处，他们此行已是收获极大。但是楚风却不能离开，因为他进入此处可是有所目的的，他有一个任务，就是带领楚氏天族称霸祖武修行界。除此之外，他还要找到那座他爷爷发现的修炼资源。在此之前，楚风并不想离开这祖武修行界，所以楚风几乎无路可逃。就在这时，楚风感觉一阵强大的飓风将其包裹，随后他的身体便无法自控的落入了那仙冰丹炉之中。眨眼之间，自己的身体便被那狂暴的火焰所吞没，自己的肉身几乎在一瞬间便彻底被烧毁。此时此刻，楚风根本就不像是落入仙冰丹炉那么简单，他仿佛落入了地狱之中，承受着来自地狱的烈焰折磨，那种痛楚就连楚风也是难以忍受，忍不住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咆哮声。楚风，你可要多忍一会，不要让我失望。灵狐命也笑眯眯地看着楚风那仙冰丹炉内惨遭烈焰焚烧的楚风，看着楚风在烈焰之中挣扎，显露出那痛不欲生的模样，他竟很是满足，甚至有些兴奋。他根本就不想夺取楚风等人的光之符文，哪怕楚风等人的光之符文是如此的强大，可是他也毫无兴趣，因为在他看来，让楚风等人承受这种折磨，然后等着楚风他们承受不住这种折磨，自己放弃一切，主动离开这祖武修行界，这才是最残酷的惩罚。可是没过多久，灵狐命也却是神色一动，在那原本兴奋的目光之中，竟然涌现出了一抹不爽。他发现先前还在发出痛苦哀嚎的楚风，此刻竟然闭上了嘴巴。楚风的脸上依旧满是狰狞，他的肉身依旧在不断被那仙冰丹炉内的烈焰焚灭，然后又因阵法的保护而重生，如此反复着。可是楚风却不再发出痛苦的咆哮，他居然忍住了，这让灵狐命也的眉头微微皱起，越发的不爽。可是很快的，他嘴角又掀起一抹冷笑道：“有点意思，你与他们比，倒的确有些不同寻常。不过我倒是要看一看你究竟能够坚持多久。”话罢，灵狐命也双掌推开，磅礴的武力便自其双掌释放而出，融入那仙冰丹炉之内。猛然之间，那丹炉不仅变得更为巨大，其中的烈焰更是变得越发汹涌，甚至烈焰之中竟然传来阵阵刺耳的咆哮与低吼。是声音可不是楚风的，是烈焰，是那烈焰在发出咆哮。那哪里还是烈焰？那简直就是火红色的猛兽，在不断的撕咬着楚风，将他不断的粉碎。这种情况下，楚风脸上的痛苦之色也是越来越浓，可是他依旧没有再发出那痛苦的叫声。他的确是忍住了，哪怕是灵狐命也已经加强了仙冰丹炉的力量，可楚风依然是忍住了。与此同时，在那主域的广场之上，众人依旧聚集于此。人们并不知道现在那圣灵光之阵内正在发生什么，也不知道灵狐命也正在折磨着楚风。可是此刻灵狐天族众人的脸上则是终于涌现出了淡淡的笑意，毕竟黎岸之等人都被灵狐命也他们给驱逐出了圣灵光之阵，并且从黎岸之等人口中，他们也是得知此刻圣灵光之阵内发生的变化，并且知道楚风等人都被灵狐命也抓在了手中。楚风等人已是在劫难逃，而他们现在需要做的只是等待，等待着楚风等人如同黎岸之等人一般被驱逐出圣灵光之阵。可是等了许久之后，人们却仍不见楚风，也见不到楚氏天族的族人，这让原本得意的灵狐天族族人有些不安。那些楚氏天族的族人怎么还没有被驱赶出来？不安之际，有灵狐天族的族人对灵狐铁面低声问道：“莫急，命也要么便不出手，但是只要他出手，楚风等人就要倒大霉了。以我对命也的了解，他不会那么简单的就放过楚风等人，他会让他们生不如死。想必此刻楚风等人正在度过他们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灵狐铁面得意的说道。他此刻不仅满脸的得意，且还自信满满。
就仿佛他亲眼见到了楚风等人惨遭折磨的情景一般。其实并不是灵狐铁面自信，而是他对灵狐命也充满了信心。若是过度折磨，而那楚风又不自行离开祖武修行界的话，怕是会精神崩溃，导致疯癫。有族人略带担心地说道：“听你的语气，似乎还怕那楚风疯掉不成？”灵狐铁面问道：“楚氏天族的其他人自然不足为惧，可那楚风总归是楚轩辕的儿子。我听族内前辈多次提起过那楚轩辕，虽然那楚轩辕明明也是一个后辈，甚至比我们也是没有大出多少，可是族内的前辈们每一次提起那楚轩辕，可却都是带有着浓浓的敬畏之意。由此可见，那楚轩辕很不好惹呀。”灵狐天族的族人说道：“哼，再不好惹又能如何？其他天族怕他楚轩辕，我灵狐天族可是不怕。难不成那楚轩辕比星域主界的人还要强横？”灵狐铁面问道：“这我听前辈的意思。”那楚轩辕那族人还想说话，而他的言中之意自然是觉得那楚轩辕比星域主界还要厉傲的。别听那些老家伙胡说八道，那楚轩辕若如此厉害，又岂会被区区楚氏天族关押起来？灵狐铁面不以为然地说道。而俨然见者灵狐铁面已是动怒，那位担忧的族人也是不好再多说什么。此刻圣灵光之阵内，楚风依旧那仙冰丹炉之内，丹炉内的火焰依旧汹涌，楚风的肉身也依旧在焚灭与重铸之间循环。可是楚风不仅没有发出悲惨的哀嚎，就连脸上那痛苦之色竟然也是减缓了许多。之所以会如此，那是因为楚风自打落入这仙冰丹炉后，脑海之中便不断涌现出先前自那圣灵光之阵阵眼内所见到的那战争的画面。只是如今那一幅幅画面再度涌现于脑海之中，楚风所看到的却绝对不只是远古时期修武者的强大。楚风从中洞穿到了一些东西，那是关于这圣灵光之阵的奥秘。若是能够解开这奥秘，那楚风将掌控整个生灵光之阵。